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啊就把这个草稿，哎，我们放大成一个这个长一点的4尺的啊4尺条。你看，开始之前调好墨啊，笔尖调好墨以后，由我们左下角开始起笔，对不对？哎，我们每次画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什么？对吧？由近及远，对不对？这样去起啊。我先把近景的山石勾出来，看，先把它这个轮廓，你看，先把我们前面山石的轮廓勾出来。先勾这个山石轮廓。你看，我们勾的这块山石，它是什么？它是个这种侧面的啊，就是侧面的，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正面，就是说正面的那种山石，这个侧面的山石。侧面山石我们处理的时候，处理什么？由前向后处理它的结构。你看，这样去处理结构啊。过来，再一个小的山石，对不对？我们今天处理的这个山石都是什么？这个侧面的结构。我们以前画的这个都是说，前面那个山石都是一种正面的结构。今天画一个，我们是侧面的一个结构。看，侧面结构就是我们注意由前向后，对吧？这个结构一层分出来，分出来以后，你看近景的山石安排好以后，对吧？我们常见的构图近景都是什么？以树木为主，对不对？以树木为主。比如说画面，对吧？你想要它画面秀气清雅，哎，要有树木作为它的一个眉目。我们常说啊，树是山之眉目。你看，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吧，这个树啊，是我们画山水来说，需要掌握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景物，对不对？你看，过来，哎，先竖头啊，先竖头，竖身，左右结构。开始的时候我们画的时候，你看，你不用说画那个树画的特别复杂，对不对？不用画的特别复杂，我们简单的把树的这个左右枝、前后枝，我们分清就行，对吧？我们只要分清就行，不要说我们开始画的特别复杂。你看，简单的勾出来，树头，对不对？你看啊，简单的勾出树头，你看勾完树头以后，左边我出个小枝，对不对？左边有小枝，右边出个小枝，这个小枝，你看它这个结构在这个主干的前面，对不对？它就是前面的树枝啊，就是我们说的啊，前面的树枝，让它不行，遮挡一下主干。你看右边的树枝，让它透过来，在树干的后面，简单的分出这个左右前后。我们先把简单的树我们掌握一下，对不对？我掌握一下。开始不用，我们开始不掌握那种画那么太复杂的树枝，我们简单的分出左右出2枝，你看，然后
树干，哎，如果它不平，不让它平的话，哎，我们勾一下，勾两个，对吧？勾两个村，看，简单的分出这个树枝来，对不对？哎，简单的先处理树枝，然后叶子，你看啊，点叶的时候，把笔，对吧？用笔尖由上，对不对？由上向下，我们去点，嗯，哎，这样去点。点的时候，把笔，你看我们用的时候，把笔锋侧过来，就是这种常讲的啊，这种叫大红点、大混点。你看啊，哎，由浓到淡，哎，先把树头，哎，我们先把树头，我们记住什么？记住我们画树的规律啊，先树头，后树干，再出左右两个枝啊。看出完以后，我们点叶的时候还是按这个规律，先把树头我们点出来，看点完树头，我们再点什么呀？再点左右的两个小枝。你看，先点前面的啊，不要先点后面的树枝，哎，先点前面的树枝。你看啊，我们这个左边这个树枝是前面的枝啊，我们把它处理成前面的枝。你点的时候，你看由上也是啊，由上向下去点，哎，看这样去点。哎，看，我们先把左边点出来，然后对不对？树头点出来，左边的树枝点出来，哎，我们再点右边的，哎，再点右边的啊。你看我点右边的时候，每一笔我调墨，它的笔中的墨都是有浓淡的变化，对不对？我们常讲这个一笔墨，哎，老师，什么叫一笔墨呀？你看，我们今天点的叶子啊，就用的我们常讲的一笔墨。哎，常讲的一笔墨，就是说我们在用墨的时候，用笔用墨的时候，你看，把笔洗干净，对，先树头后树干，先左后右。哎，这是其实我们这个画山石、画树木，它这是一种，就是我们用笔也是一种规律，对不对？你看我们写字的时候，对吧？也是由上向下，先左边结构后右边结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画树的时候也就顺这个顺序，我们就来。你看啊，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笔尖调墨，哎，笔尖调墨，它在我们笔中呈现的墨的变化，这个是我们这个尖毫笔，我们常用的尖毫笔。你看啊，哎，大家看一下啊，它墨在我们笔中墨的变化，你看对不对？由浓到淡到清水，哎，它是这样的一个墨的变化，这是我们常讲的啊，这个调墨的方法。有同学老师说，老师怎么调墨呀？对吧？你看，我们每一笔用的时候，都是用一个调墨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笔中的墨。哎，你画树啊，对吧？画树、画山石，哎，我们每次调墨，把笔中的墨控制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开始啊，4尺的啊，我们今天用的还是4尺的。哎，4尺堆开的一个长条，看画完以后，对不对？你看前面这一棵树完成以后，你看它的啊，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对不对？哎，呈现了它这个墨的层次变化。
再来一颗，你看，然后我们穿插后面的树的时候，也是先树头，先把树头勾出来，哎，你掌握了我们基本的技法，对不对？再画树，你看，你画不同的树种，它的方法，它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你看，过来穿插一下，遮挡，过来，看，对不对？先把，是不是先树头，把树头画好以后，我们画左边的小结构，先树头，后树干，下来。你看，还有啊，我们注意啊，你要长树干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想，在右边或左边出树干的地方，你稍微啊，在长树干的地方，我们留个小的，对吧？小的豁口，你看，过来，你看啊，我们想，你看这是留我们这个，这是什么呀？哎，这是我们要出小枝的地方，你看留个豁口，过来，你看，哎，穿插和我们主干，哎。哎，你看，要留出，我们要出小枝的这个豁口，哎，让它一衔接，再过来，你看，哎，到后面，哎，你看，我们留的这个，对吧？哎，你要出小枝的时候，哎，把它留出来，你看过来，到时候你画完了以后，哎，出完小枝啊，这个小的树枝出完以后，让它我们用干笔啊，让它衔接一下，那和我们这个树干，哎，衔接一下。然后树身寸2笔，那不要这样留白，对不对？留白一看，我们树干就是个平的，哎，稍寸2笔，它就有一个，对吧？它又不像那种平的，哎，它就是个圆形的树干，对吧？它有那个就有了立体感，对不对？你看我们后边的这个小树也是，对吧？树头、树身左右两枝，对吧？左右出树枝，你看，哎，就记住我们基础的这种出枝的方法。我们熟练掌握了以后，我们后期你再说，再出这个再复杂一点的这个树枝，对不对？哎，先把基础的我们掌握。看前面的我们点叶是这种横的这种点，是不是？到后面我们常讲这个点叶数的交叉，对不对？横竖横竖，哎，那种去点叶去交叉。你看前面是横的叶子，哎，到后面对吧？我们就要什么下垂的这种鸽子点呀、记字点都可以。这是我们常用的啊，常用的这种方法。你看，我们可以用这个还是记字点啊，哦，侧一点是吧？你看记字点画的时候，笔尖对不对？用笔尖去就是中锋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中锋去画这个叶子。哎，掌握什么呀？哎，掌握我们说的啊3、5成组，就是说斩3聚5这种叶子的组合重叠方法。
对不对？哎，暂3记5，这个叶子重叠方法。它也是我们调墨的时候也是由浓到淡，啊，有树头的地方向下开始画。哎，先把树头的地方，哎，我们先画出来，先完成啊，对不对？哎，先把树头的部分画出来。哎，树头让它稍微重一点，你看，哎，树头地方让它重一点，过来。哎，先把我们树头的地方先完成，你看啊，哎，先完成。注意它的疏密关系，就是说，你看，有的叶子它重叠在一起，我们常讲3、5卷3记5，对不对？卷3记5，它把叶子重叠到一起，对不对？哎，重叠在一起。有的地方，你看，让它孤单的飞出来点，对吧？有比较个性的，对吧？它自己飞出来，有变化，对吧？有具象的变化。树头完成以后，先左后右，看先画左边的，过来，还是这个这一棵树上叶子要相同，记住我们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哎，不能说这一棵树上2种叶子，大家一定记住对吧？一种树上，如果是这棵树，我们就是芥子点，对吧？树头左边、右边这个叶子都要是芥子点，对不对？你不要说你画着画着，哎，我上边是芥子点，下边变成别的点了一定要记住。你看我们前面是这个大混点，对不对？由上向下，由左向右，都是一种点。这个也是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你看叶子从头到尾，对吧？都要是用芥子点去表现，一定要用相同的叶子。过来，你看，哎，让它下垂，它这个点子，对吧？这种芥子点都是下垂的点子。这个都是我们古人，对吧？画家总结的经验，都是这样总结的经验。你看古代的他画这个山水画来说，他这个都是以水墨为主，色彩用的比较少。他来画这个树丛，靠什么呀？就靠这个叶子的变化，各种点，这个大混点、小混点、下垂点、鸽子点，各种点子去交叉，它来表现树丛的这种前后关系，树丛不同的这个树种，对不对？你要看同时，你比如说画着一丛树，4、5棵树，你用一个点子，你表现不出来，你表现不出来。往前侧一点啊，再侧一点。看不见，对。刚才是因为用中锋我们是把对笔立起来的，对，就是点介字。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写介字介对，绍的介。看不清，看这个中锋，你看这样看清了吧？你看对不对？哎，就是我们写介字就行，介绍的介。哎它就是我们用比喻它这个叶子就是说形状用笔，和我们写那个介字是一样的。还有那个字点，对不对？个字点就是什么？一个的个，对不对？一笔、2笔，中间一笔。
它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的叶子的形状，对不对？你看下来，到后面，你看啊，哎，向下以后，对不对？到下边以后，小枝比较少，哎，叶子也就变得稀疏一点。看，这就是树的画法啊。看这我们今天树的画法，两种树叶，这是常用的。哎，我们把这个你开始掌握的时候，哎，掌握的时候，你看只要把这种最基本的、比较基本的，你去掌握一下就行。然后你再变，在这里边的去求变过来。你看啊，前面的山石，树后面的山石透过来。过来，透过来，看勾的时候，勾完结构轮廓，下面皴的时候啊，你看我皴的时候，这个结构线、轮廓线我们全勾完以后啊，开始皴。大家看啊，我们常讲皴在什么地方？好多同学一直闹不清，哎，我皴的加在哪儿？特别乱，心里没有数啊。你看我皴的时候，哎，我皴在哪儿？皴在它这个结构线的后面。我沿着这个结构线，你看，我去皴。皴的时候用笔，对吧？不要太湿，稍微干一点。你看啊，稍微干一点。哎，对不对？看画的时候过来，哎，我就按这个结构，哎，按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你去皴，看对不对？哎，我们结构皴法，你开始的时候，你看你就掌握这个基本的方法，你就要心里清楚啊，我皴在哪儿？对，空白处留着，留着。上颜色还有啊，我们记住啊，为什么我们要留白？我们画的时候，你看画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后期要上颜色。比如说，我后期我想画成水墨的，对吧？你可以画完以后，你可以上大墨，你可以不留这么多白。如果我们要上颜色的话，一定要留出适当的空白。哎，为什么留空白？待会儿上色的时候，哎，我给大家再讲啊。静静的啊，中间过来，中间我们一个小的平台，哎，小的平台过来，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前面是向右的结构，你看到上面这个了，我们又是向左的结构。向左的结构皴的时候，哎，要同方向和我们结构线同方向去皴。哎，要记住这个，哎，你向右的，我们向右去皴；向左的要同方向去皴，对不对？哎，同方向去皴。远树，你看啊，远处的小树，我们就只画树干，对吧？只把树干画出来。常讲远树无枝，远山无村，只勾出树干，用大混点
点出树丛，用笔和我们前面用笔的笔一样啊，横过来，你看，对不对？横过来，注意它点的大小变化，大小变化，高低变化，对吧？不要画成是我们修剪过的这种小树，对不对？稀稀样的，不要才画成那种啊，要画的树有高有低，有胖有瘦，对不对？有高有低，有胖有瘦的，不要画的一看会这个我们穿那个糖葫芦似的啊，特别齐啊，特别齐，一串一串的，对吧？那个就是比较呆板，稍微画的你看，让它有高有低，墨有深有浅，对不对？这样比较自然。看这个中间，我们这个小的土坡画完以后啊，看过来，上来以后再该向左，对吧？它的山势该向左过来。我们画一个小的山峰啊，小山峰。画山峰的时候，不管是大的山峰、小的山峰，先要定住中心的位置。你看啊，我们先定个中心位置。中心位置就是说，我们以中心这个山，然后向后去延伸。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山峰的中心位置。以这个中心啊，以这个为中心，我们向后延伸我们山形过来。你看，以这个为中心向后延伸。延伸它的山形啊，过来，上来，你看，它也是啊，我们画的是比较小一点的啊，小一点的山峰，不是说那种大的山峰，小山峰，过来，你看，对不对？你看，这是我们向的来说，以这个山峰为中心向后去延伸，一定要确定一个什么？确定一个山峰的中心点，对不对？要是这个山峰的中心点。过来，下边山脚的地方交代一下，山脚给它交代一下。看整体的啊，山形勾出来以后，山形勾出来以后，村的时候，看村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山石就讲过这个村法。对，你看啊，就是它山峰中心点，就是说，你看我们小的山峰也是啊，确定一个中心点。比如说这是个小的山峰，如果我们向后还延伸的话啊，还是以这个中心向后延伸，左右这样蜿蜒向上，这样去画。
这是我们画了个大山峰、小山峰，它也是以这个是为中心，以这个为中心，左右向后去变化，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一点。你看啊，完了以后，村，对吧？村笔，村在哪儿？是不是还是我们结构线的后面？还是村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左右，你看到这时候了，就记住我们左右两边去村。你看，左右两边去村。它和我们下面这个近景的山石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是一个侧面结构。这个呢，对吧？它有个中心结构。所以说我们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两边去村。你看，对不对？两边去村一下。这形成一个什么？这个山势，你看啊，是不是？它形成一个中间山，就是说，比较凸起来的这种山势，对不对？它是中间啊，你看中间是不是凸起来的？然后这是山峰鼓起来的地方。下来，你看，上去，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有这个鼓起来的部分向上延伸。你看，这就是两边是按下去的，中间是鼓起来的啊。它的村，我们常讲村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表现山石的纹理，对吧？表现山石的纹理。再一个就是，把山的凹凸不平，还有它的明暗结构，用村来体现出来，对不对？用村来体现出来。远处到远处以后啊，越来越远，小的这种小土坡。小土坡过来，简单的勾一个小土坡就可以啊。这个山脚下，对不对？你看这个山脚下，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小建筑，小房子，勾个简单的啊，两个小房子。这个也是到后面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画远处这个小树的时候，对吧？简单的画树干，点，对吧？点两笔，你看，点两笔就行。我们画小树，对不对？都是说远景的这种小树的时候，你就勾出树干，简单的勾出树干。大就是说我们常用的这个混点，勾点树干，用这个
横点去画，有高有低。哎，一定要注意，我们画树的时候有高有低，墨呢有浓有淡。哎，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墨的变化。我们一直强调笔墨笔墨，对不对？哎，一定要注意墨的这个浓淡变化。嗯，有高有低的，不要说画，就是说我们常讲画这个树不能画齐，对不对？有高有低，有胖有瘦。侧面的时候，我们画侧面不能画这个树形，对不对？大家记住啊，我们这个山顶上可以画，山脚下可以画，但我们到山的这种侧面的时候，不要画这种树形。你看，我们到侧面的时候可以画什么呀？你看啊，可以画这种下垂的这种树形。你看，哎，我们可以画这种树形，就是向下的。哎，你看这个树的这个小树画的时候也是啊，它也有规律。不要说我们哎到侧面的时候我也画这种竖点，对不对？你到侧面的时候就要变一下它的树形，都要变一下树形，要随着这个山体，我们去改变树的形状。你看，我们山顶上或者山脚下，哎，你这个树形常见。你到侧面的时候，你都看不见这种哎直的这种树形，对不对？哎，都是那种比较弯曲的那种树形。我们画这个近景的小船儿啊，你看我们在这个近景的水面上安排小船，小船看怎么画。我们先，对吧？先把船棚画出来。画点景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画小船啊、小房子，用笔呢稍微让它干一点，不要太湿。你看，先画船棚，哎，先画一个侧面结构，哎，半圆形啊，先画个半圆，然后过来，哎，一个结构啊，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船棚画出来，哎，画出来以后，下边就是画什么船身，对不对？先把我们船身、船头，我们有的同学老问，哎，船头怎么去分船头、船身、不是船尾啊？你看，船头让它稍翘起来一点，对不对？让它稍翘起来一点，过来，你看，哎，画完船身，过来，然后船舷，哎，船舷，船板，然后再铺，对不对？哎，画完了，然后再铺上船板，这个船就完整。船舱，你看船舱的地方，哎，把里边用淡墨稍渲染一下，哎，稍渲染一下。它这个船棚都是说那个哎，这个尾鳍边的，对不对？哎，稍微再勾一点这个哎这种纹路，对吧？哎，稍勾一点纹路，就是交叉一下，你看，就是斜线，对吧？两条斜线交叉一下就可以，交叉一下可以。然后撑杆过来，哎，固定。
把船固定住，对不对？哎，这就是小船儿。少画点芦苇，你看，可以在这个水面上画两个小水草。笔尖啊，你看用笔尖去画啊，画水草的时候，你看用笔尖去画，向一个方向，你看啊，哎，就向右同方向去画，不要来回去画，你看这样去画啊，哎，叫它同方向。水草，对吧？岸边的水草，下边就是哎水纹儿，你看啊，水纹。水纹的时候，中锋、淡墨，还是啊中锋淡墨，靠近山石的地方勾一点。近处的时候，哎，我们画近处的水的时候，水纹的时候可以有一点水纹，看，对吧？可以有一点水纹，来一点，你看，可以有点水纹。到我们，你看要画远处的这水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哎，简单的画一些直线就可以。我们这个画里边也讲是吧？远树无枝，远山无村，远人无目，就是远处的人，对吧？你看不见眉目。然后远水无波，对吧？就远处的水，它虽然看着它有这个风吹，它这个有这个波浪，但是说看不到那种水纹，所以说，哎，可以用这个直线，对吧？用直线勾两个直线就可以。看，到远山的地方来一点直线，就是靠近山石的地方，你看啊，对不对？靠近山的地方勾两笔就行，勾两笔就行。后面你看树后面，我们补充什么？哎，要补充一些小的灌木，对不对？那不能这样空白，所以说，哎，稍补充一点灌木。我们可以用这种横点，对吧？哎，就我们画这个啊，哎，画这小树丛这个，哎，这种我们去补充一下就可以。哎，来一点，但是要看我们树干，哎，把树干闪出来，哎，把树干闪出来。画完以后，你看啊，整体完成以后，淡墨，哎，
在我们村的地方，哎，稍来一点，稍加一点。还是留白的地方，你看我们山石还要留出白来，不要说把这个整个山石染的太多啊，稍来一点，哎，稍来一点，加深一下我们山石的结构，对不对？哎，淡墨，稍微干一点的笔去染一下，哎，我们加深一下山石的结构啊。哎，加深一下山石的结构。嗯，看，加深一下。那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不上色，我就是画成那个水墨的，哎，你可以等擦干墨上完以后啊，就淡墨上完以后，哎，你可以哎用这个再湿一点的淡墨，你去多上几遍，哎，多上几遍，整个就是以水墨你去表现。我们上颜色的话啊，如果上颜色就不要上那么多淡墨。你看啊，完了，勾皴擦染，对吧？简单的染完以后，下边我们就什么点胎，对不对？勾皴擦染点，点的时候也是啊，在山石的结构，你看山石的结构，它明暗转折的地方，我们去加胎点，对不对？你看，对吧？树还有树的树根的地方，对不对？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一点胎点，哎，稍来一点，你看是不是丰富一下我们的山石结构？哎，丰富一下我们山石结构，然后让我们的山石更有生机，对不对？你看，不像说只有一个几组大的石块，对吧？光秃秃的，哎，一定要让它这个就是我们的山水画啊，对吧？一定要有生机，哎，一定要有生机，感觉它这个山水，对不对？它是有这个生命力。过来，你看，哎，这个胎点也是根据我们画面的需要，需要竖点的时候，我们就有竖点；用需要横的胎点的时候，我们就有横胎点。你看啊，这是竖点，竖点，对不对？哎，上面看，哎，这竖的胎点过来，加深一下。你看到侧面的时候，对不对？你看到侧面的时候，哎，就用稍微让它把笔横过来，就用这个哎，对不对？横的这种胎点去表现。它的胎点也是这个不是统一的啊，不是说啊竖的，就是总是用竖点，它也是需要我们根据画面需要，哎，我们需要竖点，就竖着这种哎这种点，需要横的，我们把笔横过来去点，对吧？根据画面需要，给丰富一下。哎，远处小土坡，对吧？这就代表什么？哎，代表远处的小树，对不对？你看，
这古代的人们总结了很多这个，对吧？这个笔墨，它代表的各种植物、树木，根据它的不同形状，创造的不同的点的方法。对，什么时候用横的，什么时候用竖的点菜？哎，你看啊，我们需要画面儿。你看，像我们山顶的地方，哎，山顶的地方，对吧？还有我们树脚这个树根的地方，这个竖点用的比较多，用的比较多。像我们侧面结构，你看它侧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这个横点用的比较多。它根据画面需要，也是根据画面需要你去变化啊，去变化。干了以后啊，我们把墨稿干了以后，我们开始上色。上色之前，对吧？先调赭石、淡赭石、藤黄。你看啊，大家记住，我们上颜色、上这个小青泥之前打底色，开始啊，要分清它的前后顺序，先上什么底色，后上什么底色，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赭石、藤黄，先染树干啊，先染树干，过来，先把树干染出来。先染树干，过来。这个赭石啊，你看，对吧？我们先上赭石，赭石不要就是单纯的赭石，我们需要加一点藤黄，也可以，或者说你喜欢藤黄有点，你不喜欢这个藤黄太亮的话啊，也可以加一点什么呀？也可以加一点淡墨啊，也可以的，在赭石里边少加一点淡墨也可以的。树干。下面有山石啊，我们先上赭石颜色，赭石上在山石的啊，你看，我说一下啊，上在山石的暗部，你看啊，山石的暗部，山石暗部。我们亮部，你看啊，山石的暗部上了赭石以后，我留出亮部位置，要上别的颜色啊。赭石，我们先把赭石啊，先打赭石的这个底色。赭石的底色。先上赭石的底色，你看，大家看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上赭石的位置在这个山石的什么地方？过来，先把底色，先把赭石的底色，我们统一的啊，统一的上出来，先染出来。
看，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赭石上在山石的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记住。看啊，赭石，哎，赭石以后啊，然后留的，对不对？留白的地方，对不对？就是我们山石亮的地方，对不对？亮的地方上什么？花青，你看啊，调花青、藤黄。刚才老师染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刚才我一直强调，我们上颜色第一遍颜色是什么？同学们有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告诉这个同学，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加深一下印象啊。我们第一遍上的什么颜色？开始的时候，赭石，对不对？哎，我们第一遍上的赭石啊，赭石加藤黄，对不对？哎，我们第一遍赭石加藤黄，对。然后我们赭石上在山石的什么地方？你看，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一开始讲，我们上底色，赭石上在山石的明处还是暗部，对不对？哎，我们一直强调开始上颜色要分清它的步骤啊。对，山石的暗部一定要分清我们规律，先上赭石，对吧？然后后边第二步，哎，第一步上完赭石以后，第二步花青，大家记住啊，花青藤黄调的浅绿色，哎，花青藤黄调的浅绿色，你看对不对？哎，我们调这个浅绿色，上在山石的亮部。你看暗部我们上了赭石，对不对？留的这个空白，哎，就需要我们用这个浅绿色去补充过来。哎，一定要记住啊！大家要记住它这个先后顺序、颜色的位置。对，花青藤黄，你看好多同学真是。看留白，留白的地方，浅绿色过来，你看。哎，山顶的地方，对不对？留白的地方，我们要用浅绿色去打底色啊。打底色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画面更加颜色浑厚、沉稳、鲜亮、明快。这是对。看，哎，亮部，浅绿色。哎，过来。下来，看暗部，我们赭石，对吧？还要留出来，不要这个完全覆盖住。你看我们常讲啊，不要完全覆盖住，要留出它赭石的颜色来平衡画面啊。哎，我们为了平衡画面，清水，你看对不对？你看啊，我这个桌子上是清水，这是个盛清水的一个这个
小瓷盘啊，对吧？我是加清水，哎，亮布上来以后，下面花青还是花青啊，花青调墨青色，哎，调一点墨青色，看，对吧？调这个墨色啊，哎，这个墨青的颜色，就是花青加这个稍微加一点淡墨就可以，不要加的太多，哎，少来一点。点什么呀？一个是点我们前边树叶的地方，你看，哎哎，树叶的地方，我们点这一个部分，主要用花青色啊。你看，我们用的颜色相对来说啊，就是这几种颜色：藤黄、赭石、花青、三绿、三青。哎，树叶的地方，我们就用这个墨青色去点。哎，来一点。上色的时候啊，上色的时候要这个颜色里边水分啊，对吧？一定要保持它稍微多一点，不要太干啊，不要太干。颜色一定要水分要多，水分要足啊。你不要干巴巴的去上色，哎，那样这个颜色出来了以后，它的画面啊，整个它是干的啊，干燥的，它不湿润。你看我们每一次啊，你看不管我们画的小品，还是画4次整张的、3次整张的，你看它画面对吧，都是特别湿润。哎，一个是靠我们墨色的变化，一个靠我们颜色，你看对不对？颜色比较湿润上的。不会，我们开始上的时候，你看我们开始上的时候，把墨稿已经干了以后啊，我们去上颜色，不是说我们墨稿没有干，我们去上颜色，它是墨稿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的颜色啊。过来，你看小树丛也来一点儿，哎，都染一下，这也是。哎，完了以后啊，远山，远山还是花青啊，我们还是用花青去染。看我们画远山，直接用颜色啊，我用颜色，花青、淡墨。我们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的这个尖毫笔，就是啊，我们用的就是尖毫笔，里边尖毫笔，然后墨就是普通的墨就可以，普通的我们皮儿里边那个墨就可以啊，都可以，就是你把墨稿只要晾干就可以，不要说你还没有干你去上颜色，肯定它的把墨就冲了。纸，哎呀，纸我也是我们的啊，一样的纸啊，也是普通的我们小黄车里边普通的那种4尺生宣，加厚生宣，一样的啊。哎，远山过来，你看对不对？哎，我们直接用颜色把远山虚出来，
过来。哎，下面看啊，上完了颜色，哎，用清水，哎，用清水把远山，你看吸下来，把远山吸下来。下面都是啊，都是清水，哎，可以用清水。你看啊，画笔，对吧？我们在这个洗笔里边这个桶里边我把笔洗干净。哎，我们下面有水桶啊，哎，洗干净以后，哎，吸下来，把它吸下来。下面你看啊，你可以和上面的云，你看啊，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的啊那种干染云的方法，我们留出来，然后下面你看，哎，下面和上面的云衔接一下啊，稍衔接一下，哎，稍衔接一下，过来。远山，你看啊，直接我们用颜色，对吧？把远山吸出来，对，用清水。你看这水分把握，我们常讲啊，水分把握。你在开始调的颜色以后，你怕水分控制不好，我们常用什么呀？看啊，废的啊，一定要备一个废的宣，就是说废纸、宣纸也行，或者这个普通的这个手纸也行。哎，备一个这个纸，备个这个纸以后啊，我们随时去吸它笔中的水啊，你看对不对？你笔中水分多的话啊，你在这个笔上稍吸一下，它的笔中的水是不是含的就少？哎，所以说我们要常备一个这个啊湿笔纸，这样你控制水分，对吧？你就很方便。对，你看啊，再调一点，对吧？稍用完以后，我们再调一点。我们还是强调，也是用颜色，也是边用边调，不要一下调多少。它一看，它调到多少以后，它没有是个深浅变化。我们随用随调，我们可以有深浅的变化，随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水面，哎，水面这个水纹我们还是用这个啊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勾一下，你看，把我们这个水纹地方稍勾一下，稍勾一下，稍勾一下，来一点。哎，稍勾一下。我们这只是这个四齿堆开的四齿条，你看对不对？哎，把这个勾水纹的地方用这个淡的墨青色稍染一下，
小一点的笔，小船儿，看这是，哎，我们染船的时候啊，这是颜色稍浅一点。哎，先把这个船棚染出来，让船身这是啊，这是染，不要加别的颜色啊，我们不要加别的颜色，就是单纯的赭石就可以。来，我先帮那个同学说一下怎么找客服。项目看一下啊，开了课程的朋友没找着客服的，点这个小黄车，点了车，点这不有个图片吗？点这个图片，左下角进店客服，到这儿去点击就能找到客服了啊。看到了没有？去试一下啊。过来，你看啊，我们这个点起的小房子也是啊，哎，赭石上一点，你看，哎，赭石来一点，完成。哎，下面啊，底色完成以后，我们开始上第二遍的颜色，就是我们所有的小青绿。小青绿就是什么？哎，三绿三青啊，三绿三青。哎，三绿三青啊。先上三绿色，哎，我们先调三绿的颜色。来看啊，淡淡的一点三绿颜色，远山花青调的墨青色，看啊，浅三绿上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看啊，上在我们山石的啊亮部，你看对不对？上在山石的亮部啊，就是我们上浅绿的地方。哎，上浅绿的地方，上这个三绿的时候，你看啊，不要太厚啊，注意水分一定要多一点，不要太厚。再来一点，你看啊，到这个地方，你看，来一点，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赭石的地方要有衔接，哎，对吧？我们三绿赭石的地方要有一点衔接的地方，远山土坡。哎，你看啊，上海这个抽远山的时候，从顶部开始啊，哎，顶部开始上色，向下去染，过来，你看，顶部啊，你看，从山头的顶部开始向下去染颜色，哎，注意，哎，它这个染色的
顺序啊，顺序。我们开始学的上色的时候，一定要，按部就班的，不要说我这个老师说你让我先上什么，我就不要先上什么，对不对？哎，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不要先跑，对吧？先要学会走，先分清它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哎，掌握了基础的方法，对吧？我把基础方法掌握了以后，熟练了以后，你可以啊，你可以随意，对啊，可以随意调整，先上哪个颜色，后上哪个颜色都可以啊。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基础打好，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把这个前后，对吧？它前后的这个规律，这个程序，对吧？一定要我们先掌握住。嗯，来了以后，你看啊，点山上来一点，过来，哎，你看啊，我们上色的时候，你看我们上色的时候，是不是？哎，我们开始的底色上的这实地方，对吧？我们上的时候都要留出来，它形成一个暖冷色调的一个平和啊，对不对？一个平和。哎，看前面墨重的时候，哎，颜色稍微重一点；墨淡的地方，哎，稍微淡一点。哎，来一点。看我们调的颜色啊，对吧？调的颜色，尽量把它用完。用完以后，我们再去调别的颜色啊，不要浪费，对不对？你看啊，不够的地方，我们把这个盘子的这点三绿，哎，加在画面上，不够的地方补充一下，哎，补充一下。这是4尺的啊，4尺长条。对，这个构图就是常用的 S 型构图或者之字形构图。不用啊，看我们画这个，我们这个画面，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画面是以传统构图为主，不管我们树的画法、山石的画法，都是传统的那种画法，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不用画倒影，不用画倒影，画出水纹就可以啊，画出水纹就可以。稍来一点三清啊，你看啊，稍调一点三清。也是在山石的顶部稍加一点，局部加一点，不要加的太多啊。哎，山石顶部用三清，哎，稍来一点。看，船的下面我们不是勾了那个嘛吗？我们勾的是这个水纹，对不对？用这个淡的花青，哎，把这个船下的水纹勾一下就可以啊。哎，勾一下就可以。哎，这就是我们小青绿的啊，小青绿的这个着色方法。对，不要画大影啊，我们画现代的，你要画现代构图，画现代构图的时候，你可以画倒影。我们画传统的这个船的时候，不要画倒影。
哎，这是我们小青绿的着色方法。看，主要先上，对吧？先上赭石，先暗部赭石，亮部花青藤黄，就是浅绿色亮部浅绿色。然后第二遍我们覆盖的时候，哎，覆盖什么？三绿三青。哎，这是我们小青的着色方法。哎，着色方法。这个，如果同学们就是说老师讲的着色方法我明白了比较清楚了，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就是老师我听明白了，或者我比较清楚大家就是老师讲的明白了以后可打一个明白那就行明白。你看我们开始你就掌握了这个方法，哎，第一遍上什么，第二遍上什么，第三遍上什么，哎，熟练了以后，我们可以你后边你再去调整，根据自己喜欢，你可以调整。三绿三青，三青三绿是这个，你看小青绿，它就是小青绿，就是以三绿三青为主色调的一个这个着色方法，是传统的一种着色方法。它是颜色里边它颜色分头青头绿、二青二绿，然后三青三绿，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是比较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浅一点的三绿三青。